科技信息补全，每周带你看科技事件第8期。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，在各种平台看到有意思的视频、帖子，然后用 APP 的分享功能把它直接发送给好友看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分享的各种链接中，其实被加入了大量的参数，而这些参数却很有可能会暴露你的信息。比如像这个链接，其中就包含了系统类型、APP 版本号，甚至还可能包含了你的账户名称、主页地址。有一个网站叫做你分享的链接泄露隐私了吗？就可以专门检测这些链接中是否泄露了数据。比如我在某书通过分享功能随便复制一个其他人帖子的链接，粘贴进去检测一下，它直接就检测到了我在某书的名字和我的首页，并且这种情况还是大面积存在的。这个网站目前已经支持了17个平台的检测。如果你在各大平台的账号是隐私账号，经常发不想让熟人知道的内容，那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Sterling PDF 格式的文件在诞生时就被有意设置成了几乎不可编辑，所以和 PDF 相关的软件，尤其是能编辑 PDF 的软件，大多需要付费。Sterling PDF 是一个开源免费的操作 PDF 文件的项目，可以对 PDF 文件进行拆分、合并、重组、旋转、转换格式等各种操作。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电脑上使用，也可以部署在服务器上让大家一起用。Llama 3.1 Meta 开源了最新的大模型 Llama 3.1， 一共有 8B、70B、405B 3个版本，其中的 405B 版本在多项测试中表现都非常优秀，甚至可以和 GPT-4o、Cloud 3.5 Sonnet 等头部闭源大模型媲美。ShareDrop 是一个受苹果 AirDrop 启发的开源项目，在同一个局域网下，2台设备同时打开它的网址，就能互相分享文件。UTM 我上周给大家分享过UTM 模拟器在 App Store 上上架的消息。UTM 其实是一个开源的项目，它的功能是在 Mac、iPhone 和 iPad 上运行 Windows、Linux 等系统。如果你对模拟器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。Windows 蓝屏事件后续。上周的蓝屏事件后， CrowdStrike 发布了官方调查报告，报告中指出，蓝屏是因为内存越界导致。事件发生后， CrowdStrike 向他们公司的合作伙伴道歉，并发放了$10的外卖补偿券，但因为该外卖券的领取量过大，外卖平台认为可能存在诈骗，而将其封掉，导致后面对话的人成功浪费了几分钟的时间。微软针对此事件发布了蓝屏修复工具。AMD、英特尔、英伟达产品问题。AMD、英特尔、英伟达的产品最近均被爆出部分问题，其中英特尔的13、14代 CPU 存在错误的微代码，可能导致蓝屏死机。英特尔会在8月发布更新，解决此问题。如果你的 CPU 因此损伤，可以联系售后更换。AMD 未发布的锐龙9000系列处理器发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， AMD 已经对产品召回并延期发布。IGOR 实验室曝光，英伟达的部分合作伙伴在显卡上使用廉价硅脂，导致性能下降，用户可以更换硅脂解决。阿里云 DNS 限速。阿里云发布公告称，从2024年9月30日24时起，在高并发解析场景且对系统稳定运行造成了风险的情况下，将会对公共 DNS 进行限速。OpenAI 推出了 Search GPT。OpenAI 推出了自己的 AI 搜索引擎 Search GPT， 该搜索引擎可以用 AI 生成回答，并且会标注信息来源，同时能够进行连续性对话。目前 Search GPT 仍在测试阶段，只有极少的人可以使用。我的评价是 OpenAI 也没货可以整了。网游测试。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发文，为解决网游测试的实际困难，即日起开展省内出版网络游戏测试备案工作，允许游戏在未获得版号的情况下进行备案测试。苹果出货量跌出前5。根据 IDC 的报告，2024年第2季度，苹果在中国的出货量同比下降了 3.1%， 跌出了前5名，成功挤入 Others 行列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出货量不等于销量，也不等于利润。360 AI 过滤器。根据卡饭网友 KingQV 的帖子称，360推出了一项叫做 AI 过滤器的功能，该功能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，智能分析广告弹窗，迅速准确过滤，提高电脑使用体验，但需要开通大会员才能使用，售价30元1个月。该过滤器还可以过滤360自己的弹窗。我的评价是，祝你成功吧。番茄小说 AI 训练遭抵制。番茄小说因为在协议中增加 AI 训练相关内容，遭到作者们的抵制。目前番茄已经上线了解除相关条款的功能入口。
WPS 否认提供用户数据进行 AI 训练。一名小说作者发帖称 ，WPS 可能将他的文档内容共享给 AI 进行训练，原因是他在使用 AI 生成简介的时候 ，AI 生成了一段他还没有公开的情节。WPS 对此事进行了否认，但其他网友发现该作者早就公开过相关内容，但是自己忘了。目前帖子中的指控已经被删除。6. 停机解封需要社保。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手机号被封掉，去线下办理解封的时候被告知需要提供本地社保信息。移动工作人员确认该消息属实。DNS 是互联网的一项核心服务。我们在上网时一般使用的都是比较好记忆的域名，比如像 3w.abcd.com。 但是如果想要找到服务器，通过域名却是不行的，必须使用 IP 地址。IP 地址在公共互联网中就像是身份证号，是唯一的。那要怎么把域名转换成 IP 地址呢？这就要通过 DNS。在上网时，手机、电脑会先根据设备上记录的信息去访问 DNS， 然后 DNS 根据自己数据库里面的信息，把域名解析成 IP 地址，并返回给我们的手机、电脑。最后，手机、电脑再通过这个 IP 去访问服务器。所以 DNS 在互联网中就像是一个指路的，但这个指路的却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网站和 APP 一般都部署在很多服务器上。如果指路的知道的多，就会给你指一条最近的路，那你上网速度也会变快。如果指路的不行，那很可能给你指一条非常远的路，甚至给你指一条有病毒广告的路。由此可见 DNS 的重要性。我们日常上网的时候一般都是使用运营商提供的 DNS， 不过也会有人把它修改成如上文提到的阿里云等公共 DNS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玄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